现，长大以后，我们一直在找一扇门，一扇可以通往更好工作的门，一扇可以通往更好生活的门，另一扇可以通往不用怀疑自己的门。我们总以为只要找到那扇对的门，就可以变成一个值得被肯定的人。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那些门永远走不完呢？今天我想跟你说一个关于小羊和兔子洞的故事。有一只小羊住在风很轻的草原上，它每天低头吃草，抬头看云，日子很安静。它不知道自己还需要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少了什么。直到那天，一只穿着背心，一直看着手表的兔子跑过它身边。快点快点，兔子说要迟到了。小羊问迟到什么呢？兔子边跑边说下一件事啊，快点，大家都在赶。小羊低头看看自己的脚，又看看兔子越跑越远的背影。他想，也许我也应该赶吧。于是跟着跳进了兔子洞。洞里面很深很深，深得像是一个没有底的黑夜。小羊往下掉，掉了很久，久到它以为永远不会落地。然后它轻轻落在一片软软的土地上。在洞里，它看见了一个女孩。女孩穿着一条有一点旧的蓝色裙子，坐在一扇关着的门前。她的样子不像是公主，反而有点疲惫，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。小羊问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小女孩听了笑一笑说：“我是爱丽丝，以前我也从这里掉下去过。”小羊问说：“你也在找出口吗？”爱丽丝看着满地的门，轻声说：“以前的我也是，我以为只要找到正确的路，就不会迷路。”她看着小羊的眼睛，继续说道：“后来我才发现，有时候迷路不是因为走错，而是因为走得太远，忘了自己原本是谁。以前的我也曾经为了找到出口，不停改变自己的大小，以为只要变对的尺寸，就能找到属于我的地方。洞里还有好多门，小小的门，高高的门，窄窄的门，宽宽的门。小羊一直以为只要找到对的门，自己就会变成对的人。只要通过这扇门，就可以变成更快乐的人。有一扇门说：“想进来吗？请先长大。”桌上有一瓶写着“喝我的药水”，小羊喝了，身体变得好大好大，大的头顶着天花板。他走到那扇门前，发现自己实在太大了，挤不进去。他要喘着气，看着另一块蛋糕上写着“吃我”。他吃下后，瞬间身体变得好小好小，小得几乎看不见门把。接着他又走到另一扇门前，那扇门说：“你想进来吗？请再长大一点吧。”小羊又喝又吃，又变大又变小。他试了一次又一次，每一次都以为这次总该对了吧，但每一次都还是觉得哪里卡卡的。他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思考着，门后面好像永远还有另一扇门，永远还有另一个喝我、吃我。快一点，
爱丽丝坐在旁边，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就在这时，他们遇见了一只坐在蘑菇上的毛毛虫。毛毛虫吐着烟圈，懒懒地看着他们。毛毛虫问说：“你们是谁？”小羊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毛毛虫又吸了一口，慢慢吐出来：“你们是谁？”小羊想了一会儿，回说：“我是一只正在努力变好的人。”毛毛虫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他只是看着他们，问了第3次：“你们是谁？”这一次，洞里忽然变得好安静，手表的滴答声停了，风也不动了。小羊闭上眼睛，感觉自己的心跳。小羊听了很久，他第一次没有急着回答，因为以前每一次他都急着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。最后他轻轻地说：“我还在学习认识自己。”毛毛虫笑了说：“那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。”他转头看向爱丽丝又说：“很多人花了一辈子都在回答别人希望他成为谁，却忘了先回答自己是谁。”然后毛毛虫对小羊说：“找到自己的人就不用一直找门。”后来他们来到一张长长的桌子前，桌上放着很多杯子，但杯子里都没有茶。风帽匠坐在中间，面前放着一排的牌子，成功的人、懂事的人、可靠的人、厉害的人等等等。帽匠说：“选一个吧，选一个你就可以坐下来了。”小羊看着那些牌子一个个看过去，他轻轻地问：“没有我自己吗？”帽匠的手停在半空中，他沉默了很久很久，然后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不是找不到自己，他们只是太久没有被允许做自己。”他把牌子一个个收回盒子里。最后他们来到一座宫殿，红心皇后坐在最高的椅子上，低着头看着小羊。皇后说：“昨天你太小了。”小羊回说：“所以我变大了。”皇后又说：“今天你又太大了。”小羊说：“所以我又变小了。”皇后说：“你是在……”小羊站在宫殿的中央，很小很小，小得像一团随时会散掉的雾，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够了。”原来折磨人的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规则一直在变，不管你怎么配合，明天都会有一个新的不够。你忽然发现自己疲惫的从来不是一次失败，而是不管怎么努力，都有人告诉你你还不够。就在这时，小羊看见了在宫殿深处有一扇最大的门，那扇门比他见过的所有门都大、都亮、都庄严。门上写着：“最后一扇门，穿过这里，你就会变成对的人。”小羊的心跳跳得好快，他走了很久，终于走到那扇门前。他伸出手正要推开，但爱丽丝忽然从后面叫住他：“等等！”小羊回头，爱丽丝说：“我以前也推过那扇门。”小羊问说：“后面有什么呢？”爱丽丝看着他，眼神很温柔，也很悲伤地说：“后面有更多让你相信自己还不够好的理由。”小羊的手停在门把上，他慢慢收回手，看着那巨大的门，最后把那扇门关上了。关门的声音在洞里回荡了一声。小羊说：“你不一起回去吗？”爱丽丝笑了笑说：“以前的我也一直想找到出口，可是后来我才明白，
有些地方不需要逃离，只要你不再迷失自己，哪里都是回家的路。小羊忽然懂了，原来不是每一扇门都值得你改变自己的尺寸，有些门不是带你回家的，有一些门只是让你一直怀疑自己。真正困住他的从来不是那一扇门，而是他一直相信只要再穿过下一扇门，他就能变成一个值得被肯定的人。小羊转过身，不再看那些门，他开始往回走，不再喝任何的药水，不再吃任何的蛋糕，不再把自己塞进任何一扇门的尺寸，他就维持现在这个大小，刚刚好是他自己的大小。然后他感觉脚下变软了，草地和风都回来了。这时有一只兔子又从旁边跑了过去，没错，跟一开始的一样，是同一只兔子。他说：快点快点，要迟到了。小羊挥着手说：谢谢你，但我今天不跟你跑了。兔子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看手表，又抬头看看小羊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继续往前跑，但他这一次的脚步声好像没那么急了。小羊看着兔子的背影，他忽然发现兔子手上的怀表第一次没有一直滴答作响。小羊看着他的背景，忽然明白兔子不是错的，只是他也曾经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开始奔跑。有些路不需要跑得最快，只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走。小羊躺在草地上，感觉自己的重量。爱丽丝没有跟他一起出来，她留在洞口，微笑着挥手，因为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现在轮到小羊了。原来真正的家从来不在任何一扇门的后面，真正的自己也不是穿过更多的门才找到的，而是在你停止改变自己，只符合一道门的尺寸时，安静地回到了心里。今晚你不需要通过任何一扇门，你就这样躺着，刚好是这个大小，这个重量，刚好是你。因为真正适合你的地方，从来不需要你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。这世界会有很多扇门，也会有很多声音告诉你该成为谁。但愿你永远记得，你不需要缩小自己才能被接纳，你也不需要放大自己才值得被爱，你只需要回到自己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分享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晚安。